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我现在正在回国的路上，我坐在德国的高铁上。今天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，我发现呢，在大概是500米的一条步行街吧，就是科隆市中心的，我看见了大概有20到25个左右吧，就无家可归者。这些人大部分看外表呢，不像中国人，不像德国人。有点像什么吉普赛人呐，或者东欧、南欧的人，但是比以前前几年多了很多。以前我也是这个时间点出来坐火车，但是这次我发现呢，要比往年多了。我也不知为什么，是不是经济更差了，还是什么？今天德国的那个高铁啊，特别准时，而且到那个科隆站还早了5分钟左右。现在我们是准时开车，如果一切正点的话，我到达法兰克福国际机场，等于是离我那个起飞还有3个小时，所以时间是很富裕的啊。这次呢，我是从德国法兰克福直接飞深圳，直飞，来回机票一共是650欧元。也就是刚刚超过来回5000人民币左右，比疫情之前稍微贵了一点点，但是呢还能接受。我这次坐呢这个火车票，我是提前大概1个多月买的吧，所以有优惠。如果是当场买，就是现在坐车的时候才买，那就是差不多100欧元。但是呢，我这火车票只花了25欧元。相当于2.5折，所以在德国，如果是你能够提早计划你的旅行不会变，然后呢提前买火车票会便宜很多很多。如果你当场买，那可就贵了啊！如果你当场买，就是差不多人民币大概750块左右，它的距离呢大概是180公里，行驶时间大概是50多分钟，如果正点的话。所以相对来说，对德国来说已经是很快的了啊。这个德国高铁这个呢是新的那个款式，所以一切呢都还不错，我感觉很平稳。但是从设计来说，当然是没有中国那复兴号高铁那么漂亮了啊。我觉得德国高铁它最好的，我认为还是它的座椅。非常的结实也高端，我认为啊，质量要比我们中国那种1等座、2等座要稍微好一点吧。当然赶不上中国商务座。等一下我就换一下那个镜头啊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是这样的。它的2等座呢是2+2，四个座一排，然后它的地板呢是相当于地毯的，也就是只能够吸不能够拖。每一节车厢呢有这种放行李箱的架子，我觉得也不错的啊。还有上面的行李架，空间也挺大。这个座位我认为呢非常的结实，你看。它是小桌板，要比中国那个高铁的稍微短一点，宽度差不多，然后摸上去挺结实的。每个车厢呢，它有，不是每2个座位中间呢有充电的，给手机充电或是给电脑充电的，也不错。这次呢，我飞深圳，我觉得跟飞广州差不多吧。到时呢，我从深圳机场直接打个的，然后到深圳北，就可以坐，我希望能赶上啊，明天早上第1班到我老家的直达的高铁，从深圳北到工程。希望不要晚点，因为呢，我们早上5点45分到达深圳国际机场。然后我不知道出海关要1个小时没有，如果要1个小时，大概就差不多7点左右的出来。然后
如果是我打滴滴的话，早上好像是上班的时间，所以我就怕堵车。如果堵车，我就可能赶不上我的8点钟的高铁了，所以明天是比较紧张的，看吧。如果我坐那个地铁，我就怕时间赶不上，到时我明天再决定吧。好了，今天就是我对德国火车有点意外，就是那么准时，很少见到那么准时的。今天确实可能是我运气好啊，怎么样？今天是4月1号。我看着窗外呢，很多树已经长出了那个新芽，有的开花了。德国的春天也慢慢到了，但是今天呢，气温也算比较低吧。夜间最低气温是8度，白天14度。过几天，下个礼拜可能就暖和了。好，到时我下了火车呢，再拍一段吧。可以看到火车的速度是220公里左右，目前。等一下可能更快，最高可以达到300。不过300的速度大概是几秒钟的时间，还是这速度240多，达不到300啊！德国高铁。好，到法兰克福国际机场了，准点。还不错，自动门打开，回头看看这里的火车。要自己按这个，自己按按钮。那么久才反应哦，真是，我以为差点下不来了呢。这火车比较长，你看，它这里火车要上那个几个台阶的，所以特别不方便。这是我认为设计最操蛋的啊。为什么德国的火车有那个要上台阶呢？其实，如果是我说出来，大家可能不相信啊，因为德国火车它原来的站台和它的高铁呢不匹配，高铁是后来才发明的，而这站台呢，它的高度是原来德国铁路建成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，所以如果是全德国啊，它要改造这个火车站的站台要花费太大，所以最后呢，德国铁路呢做了一个折中的方案，那就弄台阶吧，所以上下呢非常不方便，乘客不友好啊。好，法兰克福国际机场提前3个小时，今天的时间呢是足够的啊。看看，这是德国的高铁。今天的最高速度只有250公里，还是那个客运专线呢。所以德国的高铁平均速度呢只有大概120到150公里左右，属于慢铁，不属于高铁。好，终于到这一层了。它的高铁站挺好的，跟机场连接波。等是高铁站出来就是这里就机场了，大概走5分钟我就可以到那个办票那 check in 那个地方了。所以，如果是在城市居住啊，来法兰克福机场坐飞机还是挺方便的。从我家门口走大概15分钟就到火车站，可以进入站台了。然后呢，在机场下高铁站，可能走5分钟就可以走到办票那个地方了，所以很方便。今天是复活节的星期一，
人不算多，目前为止。这里咖啡一杯带着走的2.5块。前几天在南欧国家叫什么？那个国家我忘了。葡萄牙，对。那中国人开那个店，他卖6毛钱一杯咖啡，很便宜。另外呢，前面有一个星巴克，在机场啊。星巴克的一杯咖啡，大家猜多少钱呢？8欧元，也就是人民币呢60多块钱一杯。我觉得是天价的那个咖啡了啊！天哪，这里一瓶那个矿泉水要4.5欧元。那天呢，我在南欧国家葡萄牙机场里面看，它那矿泉水是1欧元一瓶，太便宜了。这里4.5欧元。好，顺便说一下，这次我回中国，只有手提行李。外面这个小包是那个大疆的无人机，在德国买的，然后就是一个手提行李加一个小的背包，放那个电脑在里面。现在回国都不知买什么东西了啊，因为德国好像没有什么可以买的。我这次呢就买了一些巧克力啊。本来想买一些化妆品的，但是因为是手提行李嘛，化妆品的什么膏啊，那个什么爽肤水啊这种就不好带，所以这次呢只是带了一些巧克力而已。空空如也啊！我从中国返回德国的时候，才在国内买一些东西带过来，现在都是从中国往德国搬东西，而不是从德国往中国买什么东西。就是这个小小的行李箱。好，已经到达了呢 T1 了，这里 T1，等一下办票就在前面了，是不是只有4-5分钟就到了呢？看看这个看板，我的航班到深圳的。这个看板右边这橘色这个 Sixt。是德国最大的租赁那个汽车公司，去年还是前年吧，他一口气呢跟比亚迪签了10万辆电动汽车的合同，是分几次买，一共买10万辆。我看看，我的是12点起飞的，目前呢还没有出来，这里是到10点42分，也就是我的航班还没有显示出来。但我还是去那个国航那里去办登机吧。哎呦，这个 T1到处在那个改建啊、维修还是怎么样？我得去找我的736到742，不知怎么走。现在呢，我已经通过安检，已经经过海关了。因为这次呢，我带了3只手机，从德国带回中国去，有1只呢是带回去修理的，换屏幕，另外2只自己用，然后还有个电脑啊，还有个那个无人机，所以这个电子电器比较多。我为了安全起见呢，就在我们德国这边的当地的海关登记了，把那个比如说手机的全部那个系列号啊，或者这个叫一买那个号，把它登记上去。然后我的电脑，我要把那个电脑的款式也登记好了。电脑的话，因为我有那个保修单，所以无所谓。主要是手机都是在德国，一个是在二手市场买的，另外呢有1只是一个朋友给我的，所以呢我自己没有发票，我要登记过。因为这手机呢，到时候我要从中国呢又带回德国。我以前在德国另一个机场出现这样的情况，因为当时呢没有其他发票，那几样电器已经超过了德国那个进口430欧元价值，所以我不能提供这些单据。那当时呢我就被罚款，另外呢还开了一张法院那种单子，所以在德国有的时候如果你不走运也是挺严重的，就相当于走私嘛。这次呢我就学聪明一点，反正多走一步，刚才登记好了。
那个人呢，相当于我是填了一个表，那个相当于那个表呢有复写纸那种性质的作用，然后呢，在那个复写那张他帮我盖了章，到时呢我返回德国的时候，把那张纸如果他到时抽查我就把那个纸给他看就可以了，所以呢万无一失吧。这一点呢，可能有的网友没有考虑到，也可能会出现同样的情况。如果你带着很多电子电器啊，或者是其他奢侈品牌啊，万一德国海关抽查的话，你一定要拿得出你的单据或者某个证明，证明呢你是在德国买的。然后，如果你想返回德国的话，一定要拿出这个证明出来，否则可能你会面临罚款。这我已经经历过了，这我想告诉大家。大家看见吗？现在我进入这里，我的登机口。这是法兰克福机场，我觉得是临时搭建起来的吧，非常简陋。那个登机口60座位都没有，所以我现在在前面某个地方有公共座位，我在这里先停留一下。我给大家看看这个登机口是怎么性质的。你看，这个建筑是不是临时搭建起来的呢？像这种很简陋啊，灯光也不太好。这就是法兰克福国际机场，就这样。座位数量不多，目前好在呢，旅行的人不多，否则真的很成问题啊。我还要等大概2个多小时才登机嘛，所以要在这里坐一下。好，如果没有其他的状况，那到时我就在中国的深圳了啊，再拍点什么东西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